其实，在现在呢，大家在讨论这个选举的过程当中，国际社会持续在变化。但你来看到的是美中之间他们最新的一个互动是什么？是美国的情报机构告诉大家，大陆中国又在窃取我们的人工智慧了，甚至还说他会偷我们每一个美国人的个资哦，要用 AI 来建立我们每一个美国人的档案。他们 FBI 的局长雷伊呢，就直接的讲说，他们是用美国的技术来对付美国，哇，这句话听起来真的是太过分了。好，中方的回应是什么？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的讲法是：你们自己才是全世界最大的骇客帝国，还有全球的网络窃贼。其实10年前，在美国 CIA 呢，他们面临一个状况，就他们在中方这边有非常多的线民，以及呢，他们在这里的情报网被重重的打击了，所以他们现在也确实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声音传出来，说他们对于了解习近平的核心这个计划是有受限的，他们现在在内部比较精确的情报网当中，比较难给予他们这一些所谓机密关键的资讯。而到目前为止呢，这个五眼联盟这边呢，他们也曾经发了一个联合声明，就跟这个美方的讲法是一样，说中国有在偷他们的智慧财产权，甚至过往呢，他们在国会里面也曾经讲啦，要来好好的了解这一些的议题。好，可是中方他们是怎么做的？中方某些层面来讲，除了说呢，就请发言人来说之外，他们更重要的是他们要自己做自己的。来看到习近平呢，现在就讲了，说他要建钢铁长城，那希望呢能够在军民合作这个部分多多加油。好，甚至呢，当然也希望能够偷师一下先进的美军。好，这个是美国退役上校的说法了，说直接讲啦，说你看他们其实没有什么坚实的科技技术，但是他们会用偷的。好，到底是真偷还是假偷？原因是因为呢，当他们讲出来说歼20呢还没有装国产发动机了，所以呢，把获得任何发动机技术看得比任何事情都要来得重要。但问题来了，就是呢，当两方的东西拿出来的时候，大家就想问了，到底谁先谁后，谁在参考谁？这个就是很多人想要问的一件事情。而美国呢，现在进一步的来遏制中方的发展，他们讲的是，我们参谋高最谋劳，现在我们决定所有的联邦机构都不能用中国的无人机，因为呢，他们很担心嘛，很担心资料被窃取嘛。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在目前大疆像是最大的一个市场份额超过70%的，那这一些就通通都不能用咯。可是实事求是，在目前美方经济还没有真的完全恢复这么好的情况之下，也是不能全部都断。比如说了，对华关税豁免期，在这个部分呢，他们现在就决定要再一次的延长了。不要让大家一次把生活水平都弄得太过紧张。好，但是对于中方的影响是什么？因为现在呢，也有投资专家就直接的在讲说，外资是不是投入中国在现在是比较少的这个部分。好，这个呢是中国的工业经济学会的会长，他就直接讲了，说跨国的公司呢，他们现在其实到中方访问是有释放一些明确信号的，说有很多的公司现在还是觉得，中国市场还是有优势的啦。他们真的进来之后，他们还是可以感受到这个市场是赚得到钱的。在疫后经济，现在确实全球的经济，大家想问如何能够快速前进，但是回过头请教亮哥，美国这边他们的讲法是，如果你是讲军事的这一块的话，他们觉得中国一直都是偷他们的东西。我这个讲的已经多到耳朵都快长茧了啦。那我们如果把偷技术也当作是一种能力啊，那美国你怎么讲了20几年了，一点用都没有了，还继续被人家偷？那不是自己太弱了吗？那同样能偷的，为什么北韩就没偷到呢？俄罗斯也可以偷啊。事实上，全世界大家公认的骇客能力比较强的国家，至少北韩啦、俄罗斯啦、中国啦、伊朗都被认为能力不错啊。对。那请问为什么只有中国大陆军工突飞猛进呢？这个事实上要用这种理由去理解那个中国的军工突飞猛进啊，那就是没有认识到问题的核心嘛，就人家真的是做出来了。事实上
他到现在也不认为华为那个 Mate 60 Pro 到底是怎么做出来，他们也难以理解啊。那也难以理解比亚迪的电动车怎么会超过特斯拉啊？这没有办法嘛。就你美国充满了一群脑袋有问题的人在当国家的官员嘛，所以你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办法跳出自己的理解框架嘛，就认为说，人家如果有超过你的行为啊，那大概就是偷的啦。我真的听到很多人这样讲，美国人不，因为他没有办法解释嘛，那他就认为说，中国那个体制怎么可能比我们好？我们这个自由创新的体制怎么会输他呢？他这个就完全不了解科学的进步的原因嘛。科技进步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自由创新的，你不要搞错了。那德国呢？德国的科技进步的时候，难道他那个时候是自由国家吗？俾斯麦的时候，纳粹的时候，那时候德国的科技有很多项目也超过美国，是。所以我说，他如果对这种问题啊，始终都是这样理解啦，那他只会一次再一次的再发联合声明啊，就这样啊，那别的国家就不管你了，他该合作了就去合作了啊，比如说德国，人家就跑去跟中国合作了啊。这个中国确实今年的外资减少是没有错了，那这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有2个原因啊，一个就是美国在发动友岸外包嘛，是，所以有一些企业跑去越南跟印度嘛，这是事实啊，还有墨西哥啊。那另外一个就是中国大陆开始对，因为牵涉到人工智能嘛，还有很多这个企管顾问公司啦、金融业的情报收集啦，开始敏感起来了啊。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就是3不5时就发动新一波的科技制裁嘛。那中国大陆当然也开始警觉啊，说，奇怪，他怎么都知道我的技术？他怎么都知道我哪几家公司做出了什么？所以这里面就有一条线没有画清楚了，就是说，这个就是他可能是来做这个我们这个像这个我们说这个麦肯锡啊，来做各公司的了解啊，以便让人家做投资情报用啊。可是很可能回去 CIA 就会访问你啊，为了要进一步了解中国的科技公司的状况。那在这里，我坦白讲，我还没有找到，包括中国跟美国在内，都还没有找到比较好的方法。因为中国大陆就很懊恼嘛，奇怪，你美国怎么都知道我发展出哪些，然后就制裁我哪一家公司？是。那他当然就是认为就是美国的科技公司泄密嘛。是。可是这个怎么阻止呢？他又不想不让你科技公司来投资。所以这里就常常有这样的一个事情的循环，这样。是。好，美中之间持续较量，到底在军事上面是谁偷谁？等等回来继续来谈。好，我们刚刚讲到了从企业、经济到军事，好像美方的讲法都是说中方其实没实力，都靠偷的。赖老师怎么看？其实情报是最重要的，《孙子兵法》第13篇最后一篇，它专门就是在谈情报战。情报有反情报，有反情报啊，所以情报是所有的政府机构、军事部门都最为重视的。哪一个国家或者哪一个统治者不重视情报，那一个统治者就对不起他的国家，对不起他的人民。当美国一直在指控中国大陆都是用偷的，其实美国偷的绝对不会比中国大陆偷的少。这个就是什么？因为美国也是卯足全力在偷，那谁偷呢 ？CIA 在偷，国家安全部在偷，那也卯足全力在防。FBI 在防，国土安全局也在防，所以你就可以知道，情报战里面有公示的情报，也有守势的情报。公示的情报就是尽可能多的收集对方的资料，守势的情报就是尽可能建立起一个防护网，不让自己的情报外泄出去。那最后就是靠本事，靠你的高级的智慧。所以我们常常讲，情报战到最后就是人类最高级的智慧战啊，谁的智慧高，谁就守得住，谁就偷得多。那如果美国一直指控说中国大陆都是用偷的，那就是代表中国大陆的智慧远远高于美国，
因为美国也卯足全力在偷中国的东西。那只是说，如果美国一直说中国大陆偷，那严格上来讲，就是美国笨，美国输到底。因为几乎你美国发展出来的高级技术都被中国大陆拿到，而你拿不到中国大陆的高级技术，那就代表你笨，你无能。那你 CIA 的这些人都应该下台一鞠躬。其实严格上来讲，就是情报跟反情报，没有什么了不起。所以我觉得指控是玩文字上的游戏，因为当他在指控的时候，他同时也在收集对方。不然的话，你问一下美国驻台办事处有没有情报人员在里面啊？而且驻台办事处是少数人员是情报，还是绝大部分每一个人都在做情报，都在做，有政治情报，有经济情报，有军事情报，有科技情报，有社会情报。你看看美国驻台的这个代表处有没有到处在收集台湾全方位的情报？都有。这代表什么意思？当你输人的时候，你就指控对方，不要指控，指控代表你输了，那你被指控者就代表你赢了，所以我个人认为，美国 CIA 不要那么逊啊，强大一点嘛，老是被破获，真的是很弱好，我们等等广告回来，要请彬哥帮我们总结。节目最后要请彬哥总结。你看啊，美国同时放出2种消息，一个就是说中国大陆不断的在窃取美国的最新的科技，甚至包括 AI 的这些技术。那另外一个消息是我们在中国大陆的部件全部失败，都被人家破获了。我们现在难以去突破中国大陆的防线。所以我得出一个最基本的结论，就是要这个东西。要钱嘛，要预算，就是要预算而已，就这个意思啊。就是他就是在告诉美国国会，你不给我更多的钱，我没有办法打赢这场战争，不就这个意思吗？缺粮啊。对啊，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啊。因为你部件也要人啊，那你要研发高科技也要人，要防堵对方的骇客也都需要钱啊。是，所以就基本上就是要预算。所以我觉得，其实呢，在这一回赖清德呢，他刚刚结束了一次他们这个全台的巡回环岛活动，就排字卡活动。他们就直接讲了，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原因是因为呢，他们就要来宣誓，来抵抗集权，坚守主权。好，在这一次的政见发表当中呢，他其实呢也讲了蛮多的这一件事情。那我也看到有新闻报道说，这个人真的把他的这个气势到地方朝暖都吹出来啊，还说这个是陈水扁的前文胆来帮忙啊，等等等。可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因为也有看到这样的一个梗图啊，说排完之后啊，结果人就不见了。那甚至还说在排完之后，赖清德有演讲，可是呢人也跑掉了。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画面。开始练哦，咱摇摆起来，咱再跳起来哦吼。咱手托地光，拼的希望，手托地光，拼的希望。举高举平，放在头顶上，不要动，举高举平。让原本社宅的美丽啊，有受到影响。我承诺。未来针对中央新办的社会住宅，好，这个是网友，他们就说现场有人帮他们翻拍，然后所以呢，他们就发现了，为什么后来他开始演讲的时候，人都跑到哪里去了呢？其实，在现在的选举的这个当下，大家当然都希望我们未来选出来的候选人选贤与能够好好来帮我们治理这个国家，因为这个国家现在太多议题需要重整旗鼓。好，包括了这2天，很多人看到这个新闻，其实特别是当妈的，心里面呢真的是会一揪。好，这个是在一间学校啊，当时呢是午休时刻，结果就讲了两边谈。就是讲话，然后一边讲说你为什么来我们班，你又不是我们班的，然后那个女生她就不开心，就回去找了她的这个朋友过来，结果呢，双方在讲话的过程当中，可能一气之下拿出了刀，然后就发生了这个喋血事件。那现在呢，知道是这个学生因为抢救不及，最后呢是已经先离开走了。那在所有的学生，他们现在都要接受一些心理的辅导。可是呢，到目前为止，到底这个案子要怎么样来办？新北这边的检察官告诉我们，未来会不排除朝杀人侦办。那过失伤害致死等等这样的一个问题，在校园里面呢，大家想知道的是，因为当时是在一个午休时间，是在校园里面，老师其实也在，但是老师看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这一些的问题，
我们想问的是，目前当权的、目前执政的是蔡英文总统，您有看到吗？大家其实想知道的是，在台湾，大家对于这个法治国家到底有没有法治的观念，还是认为台湾的法过往听过一个人讲，伤一两个人没有关系，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是对的吗？网络上大家开始来讨论了，说真的很想知道过往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判例，如果有的话，大概是怎么样一个状况？希望让大家知道，在法之前必须要谨慎行事。蔡英文最喜欢说的社会安全网，大家想问，到底网到哪里去了？现在这个治安让很多的人他可能因此而不敢生育。赵少康他们这一组就直接的讲了，除了说呢他们要查弊案、恢复特侦之外，赵少康最新是讲说他当选之后一定会执行死刑。他说民进党呢叫做不敢真废死，原因是因为他们就虽然是朝这个方向在前进、在迈进，但是他们也因为碍于民意不敢真的这么干。而他认为呢，现在在台湾判了死刑却不用执行，他觉得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所以他们上任之后要还给受害家属还有社会公平正义，这一些都是各家的主张、各家的政见。其实在选前应该明确的告诉所有的选民，您的立场是什么，您的主张是什么，让选民才有办法去做决定。过往蔡英文告诉大家他的政见是什么，是就学挺你、居住挺你、就业挺你、创业挺你。好，但是现在郑丽文委员说了，这一些通通都跳票。他想要知道的是，到底现在的执政党有没有真的在回应当时你开出来的所有政见，按照你当时说的来做呢？回过头请教亮哥怎么样来看？好，因为赖清德呢，他们现在做一个环岛拼图，然后呢，他们认为这应该有达到宣传效果，但是呢，也有人说干不样安呢，因为呆开朗好像热情跟他们想象的不太一样。我这个事实上连那个跟蔡英文亲近的那个记者都直接写了那个报道嘛，就陶本和他跟蔡英文是很熟的啊，就说连蔡英文都担心为什么赖清德的群众魅力没有施展开来啦啊，就是各地群众不热啊，那这个会影响到投票率了啊。事实上，蔡英文说了没有做到的事情可多啦，讲这个都还不是最形象的啊。劳工是我这个心里最软的那一块肉，对不对？那他有帮劳工解决什么问题吗？还有一大堆啊，比如说，他说你如果对老板不满，你就要掀桌啊，要抗议啊。那个，我记得是飞机上嘛，那些记者就问他，然后说你要自己去跟老板谈啊，要自立自强，自立自强啊。那接下来你就找不到他了，700多天没开记者会，然后越到了那个快要卸任的，讲话越来越离奇了啊！我说要帮自己做新闻，也不要做到这个，我连看都看不下去啊。他说台湾的民主近乎完美啊，那我那天还看到好像是法国的一个媒体吧，说蔡英文的执政成绩近乎完美，真是可怕啊！法国怎么会有这种媒体？好像就是法广，好像就是法广。我就看到他写这个标题，我都说，我靠，这是什么标题啊？那是台湾人写的，我知道那个人。哦，这样子。有哪一个民主国家说这个执政成绩近乎完美？简直是不可思议啊！就是你就看到他那个自嗨啦、自我感觉良好的程度啦啊。事实上，民进党目前啊，不管是赖清德或蔡英文都没有办法帮立委加分啊，这个是民进党最大的问题。那坦白说了，这个赖清德本来也不会选得多好啦，如果蓝白合的话，那可是你蓝白就是没合嘛，所以现在不都验证了我们的讲法吗？就是你侯友宜跟柯文哲就是高度互补嘛，这个20到40岁，然后50岁以上选民就是两群嘛，那你这两个人刚好就互补啊。那我们的预言成真啊，很不幸成真啊。所以民进党现在是对赖清德的选情是乐观的，可是对立委非常不乐观。也不知道如何帮立委加分，就是这样。所以你说那个什么，你说什么环岛2周啊，那唱歌啊，干嘛啊？这个真的有志气，就来再搞一个
牵手护台湾啊？为什么搞这一种？知道动员不出那么多人嘛？简单讲就这意思嘛。所以坦白说，选举选到这里啊，都已经感到有点歹戏拖棚了啦。就双方没有很令人动容的招数了，你知道吧？现在就没有看到啊。这个，那比如说社会安全网，我再举例啦。社会安全网，蔡英文一直在2016就开始讲了。是。那苏贞昌是一直到2019年第一次编预算，都已经快要进入第2任，就是这样的政府啊。那你怎么能够期待国三发生这种事？学校已经有预警机制，不可能啊，怎么可能啊？事实上，我们的破洞还不止这里啦。就是问题学生的事后的督导，那 FB 如果是在美国啊，美国这个 FB 如果有这种威胁式的留言呢，是，那一般社会工作者就会去做了解那你就知道美国的学校聘了多少社会工作人员。这个坦白讲是用钱堆出来的，你没有那样的人力，你怎么弄？对不对？那美国这个预算占很大的比重啊，就是他为了要让校园的暴力减少啊，那他就知道他要有社会辅导员了，校园辅导员，那要有一些社工经验的人进来，那你就要培训多少社工，然后真的要给他薪水啊，让人家到学校来生活啊，对啊，让人家来当专职嘛，对不对？那我们台湾哪有这种东西？所以基本上都是靠家庭啊，不然这种事件如果未来再发生，事实上也不会太意外啊。是，请教嘉宾哥怎么样看？我昨天是真的搞不太懂他为什么要弄这个什么环岛拼图，前面讲了4分18秒，我真的完全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提这个东西。他刚做完嘛，这跟政见一点关系都没有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搞不懂。然后你知道吗？他没完呢，他接下来1月3号还要再搞一个，是要817行动。对，然后要在街头，在817个街口，然后在那边站，搞这干嘛？我都不知道。你搞一次还不腻吗？那个人气就冲不起来，搞点别的吧。你这样子，我觉得对选情不见得会有什么帮助。我不知道是哪个幕僚帮他出了馊主意，这种完全没意义的事情，来的也都是你的同温层啊，这有什么意义呢？不过今年看起来选情到现在这个阶段，因为我觉得大部分人已经心有所属，而且整个选情真的炒不起来。你看今年完全没有那种热度，所以当选情很冷的时候，大家大概做所有的活动都不太强。我知道有一些不管是柯文哲的支持者或侯友宜的支持者会说，不会啊，我们的场子很热啊。我看的是整个选情，不是你们自己的场子，那一种热其实都同温层没什么太大意义。那但是校园喋血真的是非常糟糕的一个状况，而且在台湾是越来越严重，相关的暴力是层出不穷。那因为这一次这个未成年，如果因为他国3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14岁以下。如果14岁以下的话，根本连判刑都不用，他就是感化而已。那如果是18岁到14岁之间的话，最多也是3年。那3年完之后，如果还是没教好，顶多再延长5年，就是这样子而已，是没有其他的办法。我们目前法令规定就是这样。那现在其实，因为我很多同学在当老师，这些老师其实都很害怕，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去，他们没有办法辅导，也没有办法去教育这些学生，因为现在因为人本啊一些这些东西讲究学生人权嘛，他们能够对学生采取的手段其实非常非常的少，是基本上就是无能为力。那等于说他们也没有办法保护学生，甚至没有办法保护自己。那我们要任由这种状况下去嘛？然后今天还有一个新闻，就是疑似是这位这个凶嫌，这个未成年少年的朋友，在网络上去跟其他同学呛瞎，说杀人又怎么样？那请问一下，我们有其他相关单位，包括警察也好、社工也好，会去关心其他这些孩子吗？好像没有。你们是不是他都已经在网络上这样呛瞎了？是不是应该有人要去关心一下，他们到底是一时的情绪发泄，还是其他的问题？我想没有人会去做这件事。所以我们出了很大的问题啊！而且这个问题不是现在才出现，已经出现好几十年。然后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然后我们政府单位基本上对这一方面做的东西几乎是零，而且反而开放的东西越来越多。管制的手段越来越少，这是正确的方向嘛？那民进党其实一直在走的是实质废死的路，他只是不敢明讲而已。那我也知道，死刑未必见得能遏制犯罪，
死刑也不见得会让犯罪率降低啊，或是让人们真的不去做这些伤天害理的事。可是至少它可以让多数人觉得这个社会还勉强有个公道存在。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如果当大家觉得这个社会根本是一个没公道的社会，那这个社会基本上就解体了，因为大家高兴干嘛就干嘛，反正这个社会根本没有公理正义。所以我们希望台湾变成这样的社会嘛，这个社会真的需要到该改变的时候。好，其实就是一个政见，一个政策，那希望你能够说清楚到底你的立场是什么。那现在侯康这边是很明确的，他们讲了，他们说当选之后呢，他们一定会执行死刑。那他们在这个立场上面是这样，那民进党呢，到底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呢？因为他还说民进党一直说，他们不赞成，好，但是因为他们也不敢去再进一步的做，就去废死嘛。那到底台湾现在是不是已经真的已经到了一个需要在这一些的事件上面很明确的给大家一个框架，这里是红线了，不要再来了。来，请教老师。是执行死刑跟废死，这是一个伦理学，也是哲学，也是社会道德，跟各方面的一个认知。它在学理上确实面临很大的困难。因为欧盟这个部分里面，他们是都主张要废死的，所以要加入欧盟就必须要是接受这个废死的这个主张，因为他们认为执行死刑本身并不能够遏阻犯罪，也不能够预防犯罪，他们觉得应该要从更多的地方来着手。那确实在欧盟废死之后，他们的犯罪率并没有因为废死而升高。可是美国却是主张，美国也每个州也意见也不一致，有些州还是主张死刑，有些州是主张废死，但是在整个联邦政府里面还是没有废死这个观念，还是有死刑的，所以我们看到美国也陷入很分歧的一个地步。那一般来讲的话，这个死刑跟废死这个部分里面是要看你社会的进展。对，还有社会的道德，就是问题也是很多嘛，各式各样的问题，对他的问题很多，所以不能够贸然的就说我一定要怎么样。可是如果说今天假设例如说我们台湾的社会的民意，绝大部分是主张不要废除死刑，目前台湾的民意是这样，那你执政党民进党，那国民党的态度就很明白，就是反对废死。那他跟台湾的民意是站在一起。民进党是主张废死，他没有跟台湾的民意站在一起。但是民进党主张废死，却不敢执行废死。这个就不对了。就是说，你一个政党是主张废死的，而你当选以后，你却不执行你的主张，这个就有悖于你的原来的逻辑跟理念。我觉得最主要的是一个政党不能够是两面性。不能够欺骗老百姓，说我主张废死，但是我在执政的时候继续执行死刑。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执政党不可以这样做。是，大家午安，我是陈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我们先来介绍这一小时要跟我们来讨论国内外重点的来宾。首先要介绍的是耶鲁经济学博士郭正亮老师，大家平安，以及资深媒体人谢涵斌。主持人好，大家好。还有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到的是现在这个赖疲劳的争议是不是真的就此喊卡了呢？原因是因为这一位这个是赖清德的表侄，目前呢在基隆市当议长的童子伟，他上了 Coco 姐的节目，他帮赖清德喊冤了。先来听听他原话。所以他宣布公益信托，那也不是他自己可以决定嘛，还有哥哥嘛、阿伯他们大家。不过，因为选举选到这么没有人性那有时候也不是为了自己，然后有时候为了这个台湾。其实我在个人情感上面，我是没有办法认同这个事情好，他强调他个人情感上面他没有办法认同这件事情，他觉得从头到尾这样够酸到不灵性啊，什么意思？周玉蔻讲这种公给他必须要拿出很隐私的户口名簿来证实，他觉得很难过。童子伟则说他没有办法接受的是，以前逢年过节他们家族都会回老家，他说以后公益信托我们进去还要买票哦。其实做公益也不一定啦，如果说你就是不用票进去，你也不用买票不是嘛？重点来了，重点在于这样子讲完之后，大家想说的是，你们到底是说真的还是说假的？好，邱毅现在
接着爆料了，他的讲法是说呢，其实他去调了相关的地籍誊本，他就强调说，里面呢时间地点全部捞出来看，民国93年这边确实就是没有建物啊。那后来呢，其实土地的所有权状，他们也发现是在矿业老板的名下，一直到93年的7月28号才出现了一栋建物，然后呢，才买卖当中被同姓人士给买下。他就说，这可能就是赖家人啦。好，所以他想问的就是，到底当时这个事情发生的经过，是不是第一，你现在这个就是你老家的位置，这个是真的吗？这个是很多人在质疑的。第二，如果当时就已经有这个建物，那你之前有没有申报啊？人家有这个，因为如果说呢是以每坪256元的话，大家就讲，可能好像也不太符合，他就直接认为这是半买半相送给赖清德的亲戚，他就想问，这一切真的都有说清楚、讲明白吗？好，对于这些内容，我们其实呢也有问到民进党的发言人卓冠廷，那到我们刚刚节目呢在开播之前都还没有收到相关的回应。其实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争议？因为我们就必须讲嘛，之前赖清德在政坛已经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了，很多人呢会跟他有所往来，马可以到行柜。像这一位苏焕智老县长，他就直接强调了，他说呢，当年赖清德妈妈过世的时候，有可以念香啦。那他说那个时候他去的时候，确实中福84号的这个别墅房子是盖好了，但是呢，他当时去念香就不是这一栋嘛。那这样子的一个讲法，赖清德竟总说这个叫做为选举说谎，让台南蒙羞。但也有人说，那到底你是要把所有的人都一起拖下去，还是说你要把话从头到尾讲清楚呢？好，因为呢，到现在大家都在问事情的真相是什么。如果说呢，苏焕智有人认为他是纯正台派都认证说你这个讲法就跟事实不同，那到底大家想知道的真相有没有被说明？甚至网络上出现了这么一个字，民进党的造字，什么把民进党3个字放在一起，旁边的注音叫做坏。而更多人觉得没有办法接受的是，现在包括了郑文灿，包括了国土署纷纷出来说话，他们想要知道的就是，你们可以去比对，你们可以去航拍，你们可以什么，但是都说不能够太随意、太任意，好像又有一种全党护议人的氛围又再回来了。到底为什么不能拆？网络上很多讨论因为于天也说规矩跳跳看规矩啦。但是为什么没有？网络上的讲法是说呢，从风水的角度来解析，说这个叫做帝王格局。好，网友呢他们直接讲啦，说呢这个叫做坐西北向东南，然后呢后面有山叫做有靠山，那东南位在这边有花园呢，据说这个就叫做万民永簇因为草木扶疏嘛。那这边呢没有位置，那在另一头呢，则是有一个西方的鲤鱼池，这边呢还有高低差，说这样子呢叫做妙不可喻的一个风水布置，真的是这样吗？有经过高人指点吗？但是选举这样真的有效吗？因为亮哥想请教的是，这间房子到目前为止，他可能觉得公益信托，话题就应该到此而止。但是他们自己的人纷纷跳出来帮他抱不平，即便赖清德说净底林不委屈嘞，您怎么看？这个事情是他自己惹出来的，怎么会去怪别人呢？因为他一开始就是都打不拢嘛，他还说这个是他亲戚的房子。儿子可以叫亲戚吗？我们查字典也有这样的讲法啦，只是一般人比较少用。是啊，是，所以国语词典嘛，我们真的有去查，我们做新闻很认真好认真哦。对，我亲戚刚从美国回来。我是说，你就是避重就轻，不要让人家联想到是你家嘛。然后后来因为实在是事实越来越被揭露，然后揭露到人家就发现那个地方就是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嘛。2009年他申报公职财产，那有土地的资料，没有建物的资料嘛。所以赖清德显然是知道他建物建号是灵动嘛，所以那个没有办法申报嘛。不然你以赖清德这个个性的人，怎么会申报土地没有申报建物呢？怎么可能嘛？对不对？
所以一定是那个时候的事实就是如此。那个是2009年，所以我的意思说，这件事情事实上长期现在下来的事实，大家是很清楚了嘛，就是你在那个原公寮处，然后盖了一个新的房子嘛，那是要孝顺母亲的嘛，然后那母亲就后来在这里过世嘛，那因为他是新潮流的，那苏万志人家也是老新潮流，所以也去那边去致意嘛，然后他就觉得，怎么好像地方变了，这个只是他在结果现在回应他的这个郭雅慧哈，对，发言人，坦白讲，郭雅慧应该也是台南的嘛，就是真的要这样回应吗？这个苏万志我是认识的你这样去说人家说选择性说谎那这个苏万志，他如果真的是被你激到了，他是会出来把所有的事情都抖出来他事实上讲。苏万志讲的话就觉得说你这种事情不需要隐瞒嘛，很多人知道的有需要这样吗？苏万志事实上是一个，就这种事情，你如果还要跟他这样硬杠他可能会讲更多啦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就是你从头到尾不诚实嘛，然后没有说出所有的事实嘛，所以就人家帮你查事实，开始帮你拼图事实上，所有的那个案子被人家追踪我们说选举的弊案或者选举的那个重大丑闻都是这样发生的。就你自己不讲全部，然后人家就帮你拼凑嘛。那现在还有一个人在认真拼凑，那个人叫邱毅这样嘛。因为邱毅去上了王尚志的节目，然后听说是报了一大堆权状的交易去现场他就要帮你查出历年的一个权状的变更跟那个交易的记录嘛，就是这样这个东西经不起比对的啦。我跟你讲这个会有越来越多曾经去过那里的人出来，然后看过权状的人出来，然后你自己申报过的资料出来，就是这样那我事实上也讲过如果真的这个地方不是你从小住的公寮而是另外买了一块地是，那你前面演那一段会不会演太大所以你在怀念你的父亲。如果这个是另外买一块地盖的，那当然他这整个怀念父亲的神话就崩溃了嘛。所以为什么他们无论如何要否认，可是我跟你讲，这个东西是经不起一些事实的拼凑，然后去证明的啦。就是说，这个地方真的就是你们原来的家里那个地吗？然后就是公寮新建那如果是的话，那为什么2009年你申报资料只有土地的权状资料，没有建物资料？为什么是这样？是，那你要回答然后现在要躲起来啦那帮他帮腔的那些人根本就不重要，他们都从来不回答核心问题实际上，这个核心问题就是他要塑造一个总统的神话嘛，说他是矿工之子嘛，他怀念父亲嘛，孝顺母亲这一段是没问题的啦可是你说你是矿工之子，那你有帮过矿工提过案吗？有帮矿工解决过问题吗？你当立委、当行政院长，没有看过你对矿工的居住权提过解决方案没有你当行政院长也没有新北市是2019年出示公文到内政部也都没有人去盯这件事就是非都市计划管制用地要怎么解套的问题都没有回答一直到今天是，所以我是觉得要编神话一下就被戳破，这种功力未免太差了吧。但是这件事情大家其实到目前为止，如果我们讲选举就是应该在这个时刻，我们用同样的标准来检视所有人的话，彬哥，其实大家想知道，真的就是一个真相而已。是其实我必须讲现在说他拿自己隐私的户口名簿出来，好可怜，被逼到这么惨的境界。可是你要知道，要证明这件事情的真伪，最没有用的就是户口名簿，户口名簿什么也没办法证明。
那是你自己莫名其妙拿出来，大家都觉得很奇怪，你拿户口名簿出来干嘛？完全没意义。比较想看税单之类的。对啊，你说你有缴房屋税，你就把税单拿出来；地价税就把地价税单拿出来。你有建物使用执照，你就把使用执照拿出来，不就结了吗？这件事情马上平息。结果你都拿不出来，拿个户口名簿出来，我也不知道干嘛。而且实际上，当年的简报里头就直接显示了，你户口名簿现在的中福路84号，当年其实不是，当年你爸过世的时候，那个地址叫中福路31号，根本就是不一样的。那当然，门牌是有可能经过时代转变的，是它是有可能改变的，所以什么也没办法证明啊。所以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拿户口名簿出来，没有人叫你拿出来，是你自己莫名其妙拿出来。然后再来，我觉得这位童子伟议长哦，讲的超好笑。他说：“他如果捐做公益信托，他们家族就没地方住拜托好不好？这个房子是个空房子，从头到尾就没人住。你忘记这件事吗？我们一直在讲，就是你为什么要派22个人去守住一间空房子？平常根本没人住的地方，谁住那？童子伟先生，麻烦你告诉我，谁平常会住那？他家族，他小孩在美国啊，赖清德自己也不住在那个地方啊，他家还有谁要住那里啊？你告诉我。所以你看，连他哥哥分割出来85号都可以租给那些特勤，表示他哥哥都不住在那边，不就是这样吗？所以谁要住那边？是童子伟你想住的啊？不然的话，你到底在胡说八道什么东西啊？都做到议长了，不要信口开河成这样好不好？这样很丢人呢。我是说真的，我知道你要护航，帮亲戚护航理所当然，但是想点有逻辑的嘛，想一点说得过去嘛，不要讲这种没人会相信的话。那现在邱毅去把他这些地籍誊本调出来，我当初就想说，你为什么赖清德不把地籍誊本调出来给我们看就算了？结果原来是不能调出来，因为调出来问题会更大，因为一调出来就证明这个你土地是一回事，你至少那个建物绝对是空的嘛，因为没有嘛，土地上面就没有建物嘛。是，那没有建物就表示它是个违建嘛，这是非常明确的事实嘛，这没有什么好去争辩的嘛，所以还有什么好硬凹的，我不知道。那现在就是说，目前房子所有人是另外一位姓赖，那这个姓赖的到底是谁？因为我们都说是他儿子啊，赖班一开始讲说是亲戚，后来就说是他儿子，这真的是他儿子吗？所以我们也不知道。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如果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赖办不赶快说明清楚就结束了呢？也可以不用纠缠在这个问题，到底是有什么难言之隐？这位赖现在拥有人赖先生到底是什么亲戚？而且我也觉得很奇怪，就是现在所有人并不是赖清德，你为什么可以捐做公益啊？我前两天在网络上看到一个笑话，很好笑啊，就有人说他要去把那个仁爱路某官邸，他要去把它捐做公益，结果那个警察直接就说不行，然后他说为什么不行？赖清德都可以，为什么我不行？因为赖清德也不是这间房子的所有人啊，他说要捐公益就可以捐公益，那我也可以把官邸捐做公益啊。这个逻辑好像也是对啊，一样的逻辑，不是吗？所以你要告诉我，这个人到底跟你是什么关系？哪一位儿子？他到底同不同意这件事情？不然你土匪啊！你儿子也成年了，你可以随便带他做这种决定吗？所以我真的觉得整件事情越搞越灰。那舒焕智这个东西更好笑，对，舒焕智有没有可能会记错？有可能嘛，对不对？可是舒焕智有讲，他为什么会提起这件事？是严纯佐打电话给他说：“我们当初去的好像不是这间呢。”是严纯佐问他，舒焕智才想起来，对，当初我们去的好像是一间平房，不是这个2层楼的房子，根本不一样。那郭雅慧，如果你要去打脸舒焕智，你不需要用这种影射，因为我相信赖清德母亲过世去的人一定非常多。我相信苏贞昌和党内几个大佬应该都有去吧。那你们找一堆人证出来证明，就是在现在中福路84号这个位置，不就结了吗？何必要用这种影射的方式呢？我想你要找证人一定一头拉骨，那为什么不是找证人出来？反而最近我们大家遇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大家如果有仔细看的话，人家记者跑去问苏贞昌，苏贞昌现在开始不讲话，他不回应这个问题，为什么？苏贞昌是最喜欢大吹够了，那为什么突然之间不回应？突然记忆恢复了，对啊，所以我觉得非常奇怪，这到底怎么回事？那国土署就真的不要再丢脸了。因为你平常是用空拍这些去抓人家，结果你现在告诉我说空拍图不准确，那你赶快还人家钱，你罚人家多少钱呢？你现在告诉我说空拍不准确，这是拜托为了护航一个赖清德，值得做这种事吗？来，请教一下赖老师怎么看？我觉得赖清德目前的危机处理有问题了因为本来只是一个很简单、很单纯的事情，也就是诚实的说。诚实的说有包括什么？
这个地方是不是他从小居住的地方？诚实的说。第二个就是这个房子到底是不是违建？诚实的说。这个房子现在到底是谁的？诚实的说。其实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如果都是很诚实的这样的一个说，我想如果有错，那就认错嘛。说这个不是我原来我父亲居住的地方，是在另外一个地方，但是是在同一条路上。诚实的说，我想这个问题就不大。然后虽然是不同的一个地方，但是我还是为了纪念我父亲，所以我在也同一个地方离不远的地方，我另外再新建一个，那问题也不大。然后如果说这个地上物原本是违建，也诚实的说问题也都不大。然后既然是违建了，我现在要竞选了，然后要选这么大的官，那我各方面可能都必须要诚实的让老百姓知道，所以我愿意代表谁谁谁，而且也经过他的授权，例如说这个房子到底是谁的，土地是谁的，房屋是谁的，然后他本身授权给我，有授权状，然后说我们愿意把它捐做公益，那一切的法律文件各方面都很清楚，我想这个问题也不大因为你诚实了嘛。可是问题是现在的情况是都是罗生门了。这个房子到底是不是你原本的出生地？是，看起来好像不是了。然后这个房子到底原本是不是你的？看起来也不是了。然后现在不是你的已经是确定了因为不是你的名字，土地也不是你的。所以我们看到了，就整个都好像是变成涉嫌在演一场戏了。那演一场戏，演什么戏呢？演孝子的戏，这点我们社会上就很难接受了。我们社会上最不能接受的就是明明不是孝子，却要演成是孝子。那这一点，我们的社会认知差异就很大了。原本不是主居地，却要演成是主居地。那这一点我们就觉得离现实差异太大了，我们越来越不能接受。我想一个简单的事情会酿成赖清德竞选的危机，最主要的就是一开始是不是涉嫌不诚实。如果一开始就很诚实，值得你的信，就是信赖的。那这样的话，我想问题都不大。但是如果你背叛了你的信，变成一个不信赖的，那这样的话问题就大了。我信赖我必须要符合我的赖的信好，为赖姓、为赖氏中心来讲话，是不是？